你知道吗？那个曾经让无数人梦寐以求、被称为液体黄金的飞天茅台，现在居然连2000元的价格都守不住了。曾经，它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，是饭局上的通行证，是中产焦虑里的投资品，是拍马屁的工具，是成功人士的面子。可现在，这个中国白酒的精神图腾，正经历它历史上最猛烈的一次崩盘。不仅茅台，醉倒的还有整个中国酒业。截至2025年7月15日，已有17家酒类上市公司公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。结果呢？11家营收同比下滑，9家直接亏损。我们来看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。中国金种子酒今年上半年再度转亏，预计亏损6000万至9000万元。中国上海贵酒 ST 岩石预计亏损5000万至7500万元。中国海南椰岛 ST 椰岛亏损持续。中国酒鬼酒盈利只有800万至1200万元，暴跌90%以上。中国水井坊净利润暴跌56.52%。中国顺鑫农业牛栏山母公司净利润下滑53.85%至63.32%。别以为只有中小酒企在倒，连头部巨头都日子难过。飞天茅台价格一泻千里。中国2025年5月19日，飞天茅台散瓶价格2075元瓶。中国到了7月14日，只剩下1880元瓶。短短2个月，每瓶跌了195元。整个高端白酒市场如同自由落体般下坠。21世纪经济报道称，这次崩盘比过去所有的酒价下跌都更猛烈，历史上最狠的一次。更讽刺的是，就连一度风头正盛，在资本市场被神化的国潮黄酒也开始两极分化。中国会稽山在电商平台被捧上天。中国金丰酒业上半年直接亏损数百万。但真正压垮酒业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是2025年5月18日，中国发布的史上最严禁酒令。根据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规定，中国工作餐一律禁酒，中国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菜肴，中国公务接待全面压缩预算。汇众财经指出，政策落地当天，白酒股全线下跌，包括茅台和五粮液在内的高端酒股一夜之间跌掉1%至3%的市值。中国酒业协会报告显示，2025年第二季度，白酒销售额同比下跌17%。很多人说，政务消费不是已经不重要了吗？是的，但影响的是信心，是心理，是白酒这个行业最后一点尊严。这不仅是消费能力的问题，是整个社会信心的崩溃。他说，现在的禁酒令跟13年前8项规定不能比了。当年只是高端餐饮震荡，后来都反弹了。可现在中国 GDP 持续下滑，疫情重创未愈，居民消费力持续下降，这不是一阵风，而是一场寒冬。白酒崩塌的同时，其他酒类也没能幸免。葡萄酒全面沦陷，中国莫高股份、威龙股份、ST 通途全部亏损。中国唯一盈利的中信尼雅也只赚了几十万元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葡萄酒产量仅3.6万千升，同比下滑26.5%。啤酒两极分化，中国燕京啤酒、珠江啤酒逆势增长，利润突破10亿和5亿。中国可是兰州黄河亏损加剧，西藏发展利润也仅几百万，杯水车薪。黄酒热度不等于业绩。中国会稽山靠短视频爆火，中国可是同在上海的金丰酒业直接跌落神坛，亏了数百万。最新出炉的中国白酒市场中期研究报告显示，中国 58.1% 的经销商表示库存增加。中国白酒行业平均存货周转天数达900天，接近3年。中国超过一半存在价格倒挂现象，这意味着
白酒正在变成堆在仓库里的滞销货，根本卖不动。特别是终端价格带500至1500元，压力最大。中国800至1500元价位倒挂最严重。中国主销价格正在从300至500元下沉到100至300元，经销商只能想尽办法打包清货。在成都，一些烟酒店开始卖全套宴席，一桌菜配1瓶酒、1条烟、几包喜糖，打包价比以前只买1瓶酒还便宜。这不是创新，是求生，是行业集体自救的挣扎。曾几何时，茅台不仅是白酒，它是资产，是保值品，是有钱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。2019年，飞天茅台一瓶难求，价格飙破3000元，堪比1克黄金。朋友圈里流行一句话：你不懂酒没关系，你懂钱吗？买茅台等于变相理财。可今天，2025年7月，茅台已不再是资产，它只是一瓶没人要的酒。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内部报告显示，中国超过60%的经销商表示，茅台价格跌得太快，不敢进货。中国90%的零售商表示，客户主动问有没有更便宜的。南方报业评论直言，飞天茅台正在褪去金融光环，回归一杯白酒的本质。这是全行业的价值重构，更是一次心理坍塌。过去，白酒靠的是情绪，喝的不是酒，是身份，是地位，是送礼，是炫耀。如今，中国人不喝这些了，也没资格喝这些了。这不仅仅是酒业的问题，这是整个中国消费社会结构的全面滑坡。2023年，中国 GDP 增速勉强维持在 5.2%， 但2025年初的国家统计局数据指出，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仅增长 1.7%， 创10年新低。尤其是餐饮、烟酒、娱乐类支出全面下降，人们不愿喝了，也不敢喝了。为什么？中国因为钱少了。2024年，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首次跑输 CPI。中国因为压力大了，房贷没法断，孩子教育成本上涨，职场裁员如潮水。中国因为局势变了，禁酒令之下，公务、商务应酬人人自危，喝酒变得敏感又危险。中国因为价值观裂变了，90后、00后追求克制、独处、健康，不再迷恋干了这杯的饭局文化。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退潮，这是整个中国中产阶层的破产现场。知乎上一位酒类销售写道：过去一个企业主订50箱酒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现在他们会先问一句：你这有没有100元以内的？白酒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文化象征，它代表的是一个关系社会，一个饭局驱动型经济，一个面子凌驾于实用的年代。但现在那些年喝下去的不是酒，是泡沫，是幻觉。2025年，我们终于看清了，中国白酒不再高高在上，中国人不再愿意举杯了。中国北京经济管理逻辑已把消费压缩到了极致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 2.6%， 是20年来最弱增长之一。而在消费结构中，高端消费下降，低价消费增长，品牌忠诚度全面崩塌。这意味着一个可怕的事实：中国正在从消费升级倒退为消费生存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不救市？为什么不刺激消费？答案很简单，北京方面现在不是想不想，而是不能也不敢。从楼市到车市，从外贸到就业，从科技卡脖子到美中脱钩，每一条都让政府捉襟见肘。白酒只是冰山一角，是那根先沉下去的柱子。更关键的是，北京方面不是没有办法刺激，而是他们更怕出问题，怕通胀，怕房价失控，怕信心崩塌。
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振兴计划，而是中国更严的禁酒令，中国更多的反腐文件，中国更沉默的消费市场，中国更封闭的出口数据，中国更失真的股市反弹。白酒从神坛坠落不是偶然，是必然。它的衰落是中国消费信心跳水的警示，是中国经济迷失方向的一个真实缩影。这不是一两年的事，是一个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病变。当干杯不再是喜悦，而是负担；当敬酒不再是尊重，而是压力；当宴请不再是热闹，而是成本，我们终于看清，中国不是不想消费，而是喝不起了。中国白酒行业正在经历断层式的衰退，而这背后是一个国家消费能力的集体失速，是中产的崩塌，是信心的碎裂。高端白酒不能再靠炒作续命，中端白酒也难靠情怀翻身，低端市场卷的只剩价格战。如果说茅台曾是国之名片，那么今天它只是泡沫破灭的一声闷响。这不是白酒的危机，而是中国的危机。